从古到今，男婚女嫁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经历了社会的变迁，婚姻从古老的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发展到如今的自由恋爱。而最近这些年，随着人们工作节奏的不断提高，许多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又成为家长的心病。相亲这种古老的模式，在今天又成为了一种新的时尚，被越来越多的人采用和接受着。许多年轻人从开始的排斥，也慢慢开始适应了。不过呢，还是有不少人对这种形式有着强烈的排斥心理。请问您今年多大了？35。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啊？我现在开一个花店。月收入大概什么水平？7、8千吧，看生意吧。有房吗？什么？有房吗？有。多大面积啊？几个人住？50平，我一个人住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啊？废话不要太多的男人。喂，兄弟啊，我是苏格。哟，你好啊。你最近这段时间忙什么呢？有没有搞点什么投资啊？嗨呀，我都投进股市里了。哎呀，都做成长线了。哼，没办法呀，我现在是一动不动啊。哦，好，那咱们改日再聚聚吧。好吧，好吧。有时在相亲的过程中，适当表现幽默感是需要的，但一定要注意是否和氛围相符，否则非但无法起到调节气氛的效果，还会造成尴尬。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？好啊。一块3分熟的牛排和一块5分熟的牛排，他们在大街上相遇了，为什么没打招呼呢？3分熟的牛排和5分熟的牛排打招呼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熟啊。啊，挺有意思的。我再给你猜一个谜语好不好？一块石头和一块年糕打架，石头飞起来一脚就把年糕踹进了大海。然后呢？你接着往下听嘛。从前呢，有一对男女，他们私定了终生。但是男生需要服兵役，于是呢，便和女生定下了誓言，给了女生一枚钻戒，并许诺在3年之后与那个女生结婚。好不容易3年过去了，可那个女生就一直这样等啊等，一直等不到。她后来伤心过度，就绝望地把钻戒抛入大海，远走他乡。可是说的那个男生，他也一直在等这个女孩。是这个女孩误解了约会地点，于是呢，变成了永远的遗憾。过了几年，那个男孩去海边钓鱼，你猜他钓到了什么？肯定是那个钻戒。是年糕啊！年糕？是年糕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男孩去钓鱼的时候，刚好碰到了石头和年糕在打架。你忘了，石头一脚就把年糕踹进大海里了。喂，吕叔叔，我苏格。我有个事情想麻烦你一下。哦，我和我一个朋友开了一个摄影工作室，需要一些启动资金。我吗？嗨，这个事情我不是不想麻烦他吗？好，那好，那就这样，再见啊，吕叔叔。普遍情况是，女性对择偶要求要高一些。具体的说，就是希望对方能有房子、有车，还有稳定的工作。这些基本上已经成了现在相亲的基础条件了。那么，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的男同胞们，就只有通过努力奋斗，才能找到称心如意的女孩了。不会吧？你都29了，存款是0？
房子没有，车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你总得有点什么吧？我有3G 手机，算吗？你的资产挺大的嘛。我是不是活得很失败啊？谈不上失败吧，我觉得你还有勇气出来相亲，就是最大的成功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人说话就这么直。其实你蛮帅的，是我喜欢的类型，我都可以为了你降低要求。但怎么你也得有套房子吧？别人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如果没有房子，你连坟墓都进不去。是，我现在是死无葬身之地了。喂，小秦吗？我苏格。哦，波某。你好。啊，对啊，我回国一段时间了。小晴在吗？什么？她进去了？我完全不知道啊。波某，你先别着急，改天我去看看你。好，好。现在的相亲中，许多人都会事先准备一些问题，了解对方是否和自己的需求匹配。这样的做法尽管让相亲的浪漫感减弱了许多，但确实使相亲双方都节省了时间，提高了效率。不过，相亲中有些问题可能会造成误会，甚至令相亲对象尴尬或不悦。这些呢，其实就属于相亲中的一些技巧了。有时候，一些没有经过思考的话，甚至会对人造成伤害，这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。女人是不是都喜欢那种有安全感的男人？没错吧？其实你知道吗？男人呐，往往被缺乏安全感的女人吸引。那你觉得我没有安全感啊？让一个男人爱你也许不是难事，但要让一个男人娶你，那是难事。让一个女人嫁给你不是难事，让一个女人爱你才是难事。我觉得现在的女性不能在择偶上有太多的要求。有个道理就很简单，鲜花往往不属于赏花的人，而属于牛粪。以前有朋友说，相亲多了才发现第一次相亲的感觉最好。现在我才明白，他说的没错。哎，你妆化的不错啊。有人说呢，女人30岁以前化妆是一种美，30岁以后化妆呢是一种美德。爸，我回国有一段时间了，一直没来看你，你不会怪我吧？爸，按照我妈的意愿，我已经在国外拿到了管理学位。可是，我对酒店管理真的没有兴趣。记得小的时候你对我说过，让我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，这样将来才不会后悔。所以我在国外找到了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还立志把它当做自己的人生目标，那就是摄影。回来后，我想做一个自己的工作室。而且是做水下摄影的工作室，可是我妈不同意，
他非要我回酒店做管理。可是现在，哥和嫂子都在，他非要我回去干什么？他为什么非要逼着我回去？他就不能让我自己选择吗？为了这件事，妈把我的经济来源全部都已经给切断了。不过说了也没用。爸，你要是在的话，你一定会支持我的，对吗？不过已经决定了，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。我要让妈知道，她的儿子有这个能力，一定能行的。你也知道我妈的脾气，一旦决定了，谁也劝不动。我妈一心就想让苏格回酒店。我想听一句实话，你希不希望苏格做摄影？我希望他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行了，我的想法跟你是一样的。看到苏格，就想到我自己。本来我的梦想是做一个建筑设计师，让这个城市的最中心矗立着我的杰作。可是到最后还是得做酒店，不管喜不喜欢，还是愿不愿意。所以，我真的希望苏格别再像我一样。很多年以后，人生充满了遗憾。我和你是一样的，我为了酒店，放弃了自己的爱好和梦想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不要再让他重蹈覆辙了。可是，怎么说服我妈呀？她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干嘛要说服他呀？我们都帮上苏格不就行了吗？本来呢，我是要偷偷给苏格一笔钱，但要是让婶婶知道了，她都说了那样的话，我实在是不好再顶撞她。毕竟我只是她的侄儿，你跟我就不一样了。你如果私下里给苏格一笔钱的话，婶婶如果知道了，顶多也就骂你一顿。而我这个堂亲，不太好干涉你们的家事。咱们说好了啊，如果你要帮苏格的话，一定要算上我一份。但是，如果万一婶婶知道了，千万别出卖我。她万一要在酒店整我的话，你可得给我顶着。好，其实啊，也没多大的事儿。我们酒店现在情况很乐观，在我们的努力之下，酒店事业一直是蒸蒸日上。难得苏格有这么一个坚持的梦想，我们得支持他，让他多玩几年。将来看看工作室的情况，再考虑他回酒店来上班，那也不迟啊。那就这么说定了啊。苏格，妈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第一天当她儿子，还那么跟她对着干。哥，你不用说了，只要我一天不回酒店，妈是不会罢休的。我不会再求她，我自己想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就跟妈说的一样。你这个少爷就是个空壳子，你什么都没有。我当然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你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？那些摄影器材，卖了你怎么搞摄影啊？还有就是你这些限量版的模型，你舍得卖吗？
真的要买模型啊？除了这些，我还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？哎，这个是不是小时候被我摔过的那个啊？我记得当时你要跟我玩命啊。是啊，现在我卖的时候都要打折了。这是爸给你买的吧？记得这是你考试得了第1名，爸专门去香港排了1天的队，才给你买的全球限量版。这也是爸送给你的最后一件礼物吧？爸要是在的话，他一定会支持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哥，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和妈都知道，我做的事情是对的。账户的余额是156300元。不客气。喂，万金油大道，碰个头吧，共商善举。好。哎，苏哥，咱们公司的经营范围啊，分2个部分，拍照和潜水，两者相结合，这样呢，就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经营模式。我们的经营范围有潜水培训、潜水体验、水下拍照、图片后期和图片冲印成册。另外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，就是注册网上电子相册作为数字底片。另外还必须加上一点，就是配送和邮递服务。你想，要是外地的游客到我们这儿来拍完照以后，他们待的时间一定不会长。但是我们的图片后期制作也需要一定时间，这样的话，他们未必会等。这样就需要邮寄了。你说的这点很对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之前就想做物流，我觉得那个的前景也非常好。物流在未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。行啊你，够可以的。你就别笑我了啊！来，咱们接着说正经的。我参考了一些市场上的同行的价格标准，我给我们设计了这样几种拍摄的套餐。第一种是提供10张数字底片，
赠送8寸16页的杂志相册1本，和200兆的电子相册空间，这是最便宜的。定价是多少？其他行业的定价在900块钱左右，但因为我们是水下摄影工作室，相对比较特殊，我觉得我们的定价虽然可以高一点，但是在初期，我们还是需要在市场上保持竞争力。我把定价定在了1080。第二种是20张数字底片，10寸20页的杂志相册，10寸冰雕水晶一副，就是你昨天看到的那个材质，和600兆的电子相册空间。这个定价是1880。哎，等等，为什么我们的定价非得跟别的家的一样，尾数带个8？哎，8不是好听吗？而且吉利。哎，你别打岔，我接着往下说啊。接下来是第3种，26张数字底片，10寸20页的杂志相册，10寸冰雕水晶一副，和800兆的电子相册空间，这个定价是2180。第4种是30张数字底片，12寸15页杂志相册2本，12寸冰雕水晶一副，800兆的电子相册空间，定价是2680。另外第5种是36张数字底片，12寸18页的杂志相册2本，12寸的冰雕水晶一副和800兆的电子相册空间，这个定价呢是2880。最后一种呢就是第6种，是38张数字底片，12页19寸的杂志相册2本和12寸的冰雕水晶一副，1个G 的电子相册空间，这个定价是2988。总共就这6种，你有什么要补充的？产品线我觉得够丰富了，我回去把这整理一下，起一个好听的名字。客源方面你有什么建议？这个非常重要。你想，首先，咱们是一家刚刚起步的摄影工作室，如果想让人家慕名而来，不太可能。其次，我们是水下摄影，所以我们店的选址肯定不能远离海滩。这样的话，你想有路过的客人也不太可能。所以我希望跟旅行社合作。旅行社？因为旅行社掌握着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大部分游客的资源，而且游客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冲动是最强的。我做过数据分析，有70%的游客，他们都会选择旅行社提供的旅游项目套餐。你知道一家中型的旅行社1年消费在旅游套餐项目上的人次是多少吗？中型旅行社1年约10万人次，小型旅行社1年约3万人次，大型旅行社1年约30万人次。行啊，这你都知道。你别忘了，我也是学过酒店运营管理的，学历比你高。那是。其实当初看策划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算过所有的可能性了。你以我头脑发热才跟你合作。我跟你说，我的知识和理智都是有的。对，你是美貌与智慧并存。所以啊，这账不难算啊。咱们以跟一家中型旅行社合作为例，哪怕我们只有他们1/10的客源，那就是1万人啊。这1万人呢，他们选择咱们那个1080的那个照相套餐的话，哎，那我们可以这样给他们打个5折，再给旅行社提走50%的提成，那我们这1年的营业额就有200多万呢。以我们这种小投入的公司来说啊，那是很大的盈利了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可感觉在数钱了。哎，你不是艺术家吗？怎么弄得跟我一样满身铜臭味的呀？哎，艺术家也是要靠金钱货币来体现价值的嘛。那是。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联系的是旅行社而不是酒店呢？我说你还是学酒店管理的呢，怎么问出这么丢人的问题呀？怎么了？酒店大部分的客源也是经过旅行社提供的，我们能到上游节流，为什么要到下游打水啊？来，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嗨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可是经验之谈。就这儿。
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我妈说我前几次创业失败，就是因为没有烧香拜佛。这东西吧，宁可信其有。我知道你相信科学，可是科学是解释已知世界的工具。这烧香拜佛啊，这是未知的一个领域，所以你不能说它不是科学。你经常来？最近常来，保我姥爷早日康复。佛祖一定会保佑你的。哎，刚才那垫子实在太硬了，我感觉都直接跪地上了。哎，这样才显得你虔诚嘛。哎，刚才你拜佛的时候念念有词，许的什么愿？我希望我们工作室麻烦少点，能赚大钱。粗俗。哎，那你许什么愿？意思呢和你差不多，但是呢用词要讲究一些。我许的是一帆风顺，财源滚滚。哼，虚伪。哎，对了，你看咱们做的是水下摄影，要经常下到海里，那咱们是不是应该去拜一下龙王庙？不说倒好，你说我觉得真应该去一下。哎，正好这附近就有一个。还真去啊？我就那么随便一说。哎呀，没事去一下吧，反正你有车。这东西我不是说了吗？宁可信其有。哎，你太迷信了。没事，也不是特别远。谢谢啊。唉，唉。老婆，煲汤啊？对呀，哎，今天煲什么汤？奶奶最近老是咳嗽，所以给她熬点清肺的汤。好香啊！那是。哎，我来洗。哎呀，不用啦。上哎呀，小心手。我来。你这么大了还像个孩子，走吧走吧走吧，我来。我们可以的。好，咱们走吧。好走吧，走吧走吧，我来啊。好好加油啊！干嘛呀？干嘛叫我来这儿啊？哎呀，想你了嘛。撸我这么急干嘛？哎呀，本来呢是想找一个帅哥出来的，可是找不到，没办法。结果就找我来垫背是吧？我走。哎，又想干什么？哎，多久没有坐过旋转木马了？我没坐过。哎呀，小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很想坐，一直没机会。长大了又一直没有想到过坐。我也没有坐过，不过我一直幻想着，有一天自己恋爱的时候，会和心爱的人一起坐在旋转木马上，转呀转呀。我想我会幸福死掉的。难道你大晚上把我叫出来，就是为了听你这段梦的事吧？你头，我走了，回家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，你就走啊？赶紧走吧。哎，好好好，那就这样。哎，再见啊。
听说你昨天相亲去了，怎么样啊？别提了，我妈给我介绍的那个男的，人是挺老实，但是太穷，1个月工资和我差不多，出去房租就没剩什么了。要是跟了他，我岂不是要跟着他吃一辈子苦？哎呀，没钱的日子真是不好过呀。我前些天啊看上一个包，一看价钱啊，都赶上我老公2个月的工资了。哎，这团人够了吧？小姐，不知道你们总经理开完会没有？稍等一下，我帮您问问。谢谢啊。还没说话就马上挂了，不好意思，方先生，那边会还没开完，要不您再等一会儿。哦，行。哎，你们是做水下摄影的？哦，对，我们是一家水下摄影工作室，就是在海底给人拍写真的那种。哦，这么有趣啊！2位美女有兴趣吗？如果你们要拍写真的话，我们给你打5折。哎，打5折怎么样？不如我们拿这个月的奖金去拍一组。贵不贵啊？我这个月还了房贷，可就没剩多少钱了。哎呀，2位美女去，我还不得给个最优惠的折扣啊！哎，去吧去吧。刘小慧，把那个报价表给我看一下。好。安小姐，这是一份合同书。合作什么的？他们是做婚纱摄影的。这叫合作啊，分明是想利用我们的资源。你们记住啊，以后凡是这种小公司来谈合作的，一律打回去。总经理这么忙，哪有功夫应付这些小公司啊？更别说谈什么合作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。那我就先走了。我给你们留个电话吧。我啊，一定给你们最优惠的折扣啊！谢谢啊，安走啊。那再见啊。去吧。董事长您好，您还记得上一次跟您儿子相亲的那个韩宏伟韩总吗？记得呀。怎么了？韩总刚打电话来，他想跟您约个时间见一见。他对您的儿子还是蛮感兴趣的。是吗？好啊，那你去给他打个电话约一下。哦，好。那董事长，我为你准备的其他女孩的资料，你还需要看吗？拿来吧，我有空再看。好。小姐你好，你好，我是27度3摄影工作室的方华，我今天约了你们的徐总。哦，徐总啊，哎，在那儿呢，来了。哦，谢谢啊。徐总。哦。你好，徐总，我是方华，我约了您谈合作的事儿。您不记得我了？我是27度3水下摄影工作室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但是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。那个，你把策划书交给我的秘书，晚上我给你打电话。那就麻烦您交给徐总啊。好。那这是给你准备的参考资料。哎，光是看这些资料，我都快看吐了。你这一份简单的计划书，你说你都做了几天了？你觉得这个容易吗？啊，对游艇咱们谁都不了解，优势分析这块就更困难了。哎，我也不知道妈是怎么想的，和什么旅行社搞什么游艇出海合作项目，咱们好好的做酒店生意不就行了吗？那没有附加值，哪里来的竞争力啊？啊！我告诉你，妈这几天对苏格做的那个工作室的策划案，那是赞不绝口的。就你这东西，要是做不好，你就立刻被他比下去了，然后一大堆人看你的笑话。哦。这是什么钱啊？哦，这个。哦，你这是给苏格的吧？老公，你学聪明了。什么叫学聪明了？妈不想让苏格创业，就是想让他回来做酒店管理的。那他要是回来的话，你的地位肯定是要受到影响的，苏畅那边也不会那么轻松。所以呢，不让他回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支持他去创业。这件事情你办的还是挺英明的。老婆，
我真没那么想，我只是希望苏格能够做他喜欢做的事情，好歹也让他做2年，再回酒店也不迟啊。你怎么这么迂腐呢？老婆，你听我说，我心里特别清楚，以我的能力，根本就不适合做现在这个副总的位置，我做的特别的吃力，而且如果没有你的帮助，没有妈是董事长的背景，我更不可能做下去了。如果苏格愿意回来帮我，我开心还来不及呢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何必争来争去的呢？再说，你老说苏畅怎么想，苏畅怎么想，我特别了解我这个兄弟，他跟我想的一样，都希望苏格能够开开心心的生活。这次苏格创业，要不是老妈严令禁止我们俩帮他，苏畅早就在我之前把钱借给苏格创业了。苏畅要帮苏格？对啊。苏畅想的比你透彻多了，亲爱的，你是好人，可是不能把身边所有的人都当作是好人。这个事情，不管你的出发点是什么，但效果都是好的。老婆，求你办点事儿呗。什么事儿啊？经理，您看。像我们这么大的旅行社，对这个项目没什么兴趣。您觉得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个水下摄影虽然不错，不过对我们这么大的旅行社，这个项目的利润太小，所以呢，我们不感兴趣。经理，我们是一家刚刚成立的摄影工作室，希望您能给我们一次机会，给点时间，哪怕只有3个月，我相信您一定能得到一个满意的收益。像我们这么大的旅行社1年的合作项目很多，譬如说这个旅游纪念品商，1年就是几百万的盈利啊！盈利，我指的是盈利啊！你们这个项目1年盈利多少？如果能得到贵公司的支持的话，我觉得应该1年应该有80万。应该呀，像我们这么大的旅行社。行了，经理，您别说了，我先走了，不好意思。这个周末没问题，那请转告李董事长，啊，咱们周末见，拜拜。哎，我桌上的文案什么时候送过来的？是那个水下摄影的策划案吗？哦，昨天下午一个年轻人送过来的。好的，那你通知他，叫他过来看看。好的。请进。经理，您找我？黛西，我需要了解一下这个月的客人投诉。最近1个月都很正常，没有任何投诉。那有什么反馈意见吗？部分客人会觉得酒店的旅行项目有些单调，偶尔会抱怨一下，但这些问题都是旅行社方面的，对酒店没有直接的意见。是这样，有一家叫27度3的摄影工作室，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过。他们呢是做水下摄影的，很有特色，而且离我们酒店的位置也比较近，所以我建议你们不妨带客人去体验一下。那我马上去联系一下，把他们的展品和宣传册在酒店陈设一下。这个倒不用，
就让你的 GO 在适当的时候推荐一下就可以了。现在展出他们的展品还有点为时过早。我明白了。啊，苏总好，苏总好。你们好。啊，黛西啊，我正好有事找你，还有你。我听说最近有一家叫27度3的摄影工作室，专做水下摄影的，挺有意思的。黛西，你安排你们部门那些街友组织一些客人去体验一下，如果效果好的话，我们可以长期合作。怎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哦，没有。你尽快对我们目前的主客做一些统计，看看哪些客人有这方面的需要，你去推荐一下。啊，好的。许多年后在路上，谁因为东西已飘远，是否倍感孤单？梦都撞到你身边，能不能看我一眼？寂寞很深，想要感觉爱的甘甜，你的温暖，这爱的幸福，迷途遥远，我的思念，你的未来，我们的天空是爱恋无边。多少年我在追寻